大家好，我是花花。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种的小葱总是淡而无味，完全闻不到那股葱香？是不是辛苦种出来的葱，细细长长却没滋味，连撒一点在面上都少了灵魂？别急，今天就用你随手丢掉的垃圾，制作一杯万能水，帮小葱找到它的灵魂。这种垃圾是什么呢？它就是豆渣。为什么豆渣有这么神奇的功效？豆渣要怎么使用才能达到效果呢？下面就层层剥开背后的秘密。一、正确使用豆渣水。使用豆渣水时有一个致命的警告，那就是发酵好的豆渣水绝对不能直接浇，它的浓度太高，直接浇下去会烧坏小葱娇嫩的根系，那就不要谈灵魂了，简直就是直接送进了鬼门关。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必须进行稀释。找一个水壶，按照1份豆渣水兑上10份清水的比例进行调配。比如说，你放1勺豆渣水，就要加入10勺的清水，把它们搅拌均匀。浇灌的时间最好选择在傍晚，太阳下山以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气温降低了，水分不会蒸发的那么快，小葱的根系可以慢慢的、安心的吸收我们送去的营养。你沿着小葱的根部，把稀释好的豆渣水缓缓地浇下去，让土壤充分湿润就可以了。那么多久浇一次呢？我给你的黄金法则是，在你每次收割完小葱之后的3天左右浇灌一次。为什么是3天？因为刚收割完的小葱有伤口，需要时间愈合，3天后它正处于最需要营养来萌发新芽的阶段，这个时候补充豆渣水效果是最好的。除此之外，不同季节的使用方法也略有不同。夏天气温高，代谢速度快，豆渣水大约发酵7至10天就可以使用。冬天气温低，建议稍微减少稀释倍数，例如1:8，让养分更浓一点。春秋季是葱风味生长期，可以把使用频率提高到10至14天一次，香气会更浓郁。很多花友都说使用了豆渣水并没有效果，其实不是豆渣水不好用，而是你犯了下面的3个常见错误。第一，浓度没稀释，导致根系被烧坏。第二，发酵不完全，豆渣里的大分子物质还不能被植物吸收。第三，浇得太频繁，导致植株只顾着长菜，风味反而下降。只要你记得稀释、发酵完全、控制频率这3件事，这次我保证你的豆渣水效果100分。如果你喜欢家庭种植的话，记得点赞并关注我哦，我会持续分享一些有用的种植小妙招。学会了使用豆渣水，只掌握了成功的20%，剩下的重头戏是豆渣水的制作。2、豆渣水制作。豆渣水的制作，认真听完你会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漏掉了某些信息，那么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哦。所以建议听仔细，细节决定成败。首先，把你家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收集起来，找一个干净的、有盖子的塑料瓶，比如大的可乐瓶、矿泉水瓶、油瓶子等等都可以，然后把豆渣装进去，大概装到瓶子的1/3位置。然后往瓶子里加清水，清水加到瓶身的4/5左右的位置为最佳。这里有很多花友习惯加满，这是错误的，因为豆渣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如果水太满，瓶子很容易被撑破，非常危险。紧接着把盖子轻轻地拧上，记住是轻轻地拧上，不要拧紧。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气体能够释放出来，还能预防虫卵进入。如果你实在想把盖子拧紧的话，就在瓶盖上面扎几个小孔散气。做完这一步，把这个瓶子放在一个温暖的、有阳光的地方，让它静静的发酵。夏天温度高，大概过1个星期到10天，冬天温度低，可能需要半个月左右就能发酵好了。那么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发酵好呢？你打开盖子闻一下，如果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有点像酿酒的味道，而不是那种腐烂发臭的坏味，并且看到瓶子里有很多小气泡，还有就是上层液体澄清，呈现黄色或者茶色，而豆渣下沉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豆渣水制作成功了。但也有一些时候，豆渣水的发酵是不顺利的，比如过程中你看到了表面长出彩色霉菌或白色菌膜，长时间不产生气泡，瓶内液体浑浊发黑，那说明此次发酵是失败的，就果断的丢掉，重新尝试吧。3.
豆渣水的原理。现在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平平无奇的豆渣水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这里面的道理我跟你讲明白了，你以后就是半个专家了。我们想要的葱味，那种辛辣冲鼻的感觉，主要来自于葱体内一种叫做硫化丙烯的物质。这种物质的合成需要大量的氮元素和硫元素作为原料，而豆渣正是一个富含蛋白质，也就是富含氮元素的大宝库。经过发酵分解后，这些蛋白质变成了小葱能够直接吸收的氮肥。同时，豆渣中也含有其他丰富的微量元素。你每次给小葱浇灌稀释的豆渣水，就相当于给它送上了一顿精心调配的风味大餐，直接提供了合成葱味的关键原料。这样一来，小葱就不再只是为生存而挣扎着长叶子，而是有条件去合成更多的风味物质，味道自然就变得浓郁、辛辣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比主要提供碳元素的咖啡渣在提升风味方面更专业的原因。有花友做过一个小实验，2盆小葱，1盆只用清水，1盆用稀释豆渣水。3周后，用豆渣水的那盆叶片粗壮了 25%， 香气也明显浓烈许多，切实辣味直冲鼻尖。这证明了豆渣水不只是肥料，而是影响葱香气的催化剂。不过，光会喂饭还不够，还得懂得什么时候盛饭最香。这里送你2个小窍门，能让豆渣水的效果事半功倍。4. 增加葱味的其他办法。第一个是把握收割的黄金时间，你一定要挑个晴朗的好天气，在中午太阳最足的时候去剪葱。经过1上午的光合作用，这时葱叶里积累的辣味物质最多，剪下来的葱味道最浓。不信你试试，中午剪的葱和晚上剪的葱，辣味绝对不一样。第二个是给葱找个好邻居，你可以在种葱的盆里或者旁边盆里撒点胡萝卜种子，它俩是黄金搭档，它们的根系能互相驱赶害虫，葱蝇和胡萝卜蝇都不敢来了。小葱没了虫害困扰，长得健康，才能把营养专心用来长味道。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起了我们之前用咖啡渣养葱的视频。咖啡渣是个好东西，它能让土壤疏松，能提供钾肥，让小葱长得快，茎秆粗壮，主要是解决量的问题。而今天的豆渣水是专门解决质的问题，是风味提升的专家。它们俩一点都不矛盾，你可以把它们搭配起来使用。比如平时用咖啡渣混在土里改善土壤，每次收割后再用豆渣水浇灌来提升风味。这样双管齐下，你就能得到又粗壮又够味的完美小葱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